好，就是刚刚讲的 A B C D E F 嘛，对不对？还有 Berry concept 嘛，好，这个刚刚有讲过。来，你哪一边痛？左边吧，对不对？好，来，你请举你的右手举高看看。来，你看左手，有没有？是不是有差别？好，你还请放下来。好，再举起来看看。好，举起来看看。有没有？这出现什么 ？end feeling， 迟滞感、不顺畅感，你是不是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左手在举的时候，可以举啊，但是举高的时候它会不顺畅。但是你看，它举高的时候，它会有什么现象？你有没有发现？有没有两边的 A B C D F V 不对称？不对称，好，有没有？它这个地方是不是比较手高？比较手高，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辅助动作 ，accessory movement。它为了要举到一样高的地方，所以它会用肩膀会耸起来，有没有？这就很明显一个辅助的动作，来做放下来。好，好，那你还有什么动作不舒服？放下来，放下来，哪里不舒服？好，这个地方。好，来，大家可以前面看一点，站起来看，好，来，请你站起来，大家可以靠近来看，你看它的这个尾巴，好。来，大家可以观察那个 alignment 跟 bilaterality， 好，这个对称就可以了，好。你有没有发现，站在这里可以从侧面来看，我们观察这个肩膀，这个是肱骨，好，这个是这个骨头。你有没有发现，他站着的时候，他肩膀是这样，有没有？我做一个比较夸张，他的手臂是这样子，啊。是这个地方是往前，往前，这个我们叫 pronation， 但没关系，你就记得它的肱骨它是这样子的前旋。你看，你们来看看两边是不是有同样的现象？同样的现象，你会发现什么？它的这个是往前，没关系，这个还是可以的，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它的手臂，如果是在正中的时候，应该是比如说你放neutral position 正中姿态的时候，手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贴着，你不要用力的时候，应该是贴着我们的裤管的这条线是这样。但是你看我们的同学，他站着的时候他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 Berry concept 里面的什么 ROA， 好，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他在站着的时候，他手应该，我们手应该是这样，但是他变成这样子。好，你有没有发现？好，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手，两手都是这样子？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中位的偏移，有没有？中位的偏移。然后呢 ，restricted angle 这个东西出现了嘛？对不对？它可以主动的活动受限。还有什么？辅助的动作跑出来，它为什么？利用耸肩膀这个东西会阻挡。然后呢 ，hand feeling 是不是？这里不顺畅的感觉，是不是这些它都有出现这些症状，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地方常常这样往前的时候，就会造成什么？后面的这个肌肉跟肌腱会绷得比较紧，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容易不舒服，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一些痛点，所以我们要回复，要使用辅具之前，要使用贴扎之前。要把它回复到正确的位置，那怎么回复？刚刚讲，你看我们同学的手是这样子，那就是要这样子，对不对？好，要这样子回去。那要这样回去的时候，我们要经由两个东西来达成。好，来，你站这样是你觉得正确的、自然的姿势嘛，对不对？好，来，请各位同学来后面，可以借我们女同学摸了，没关系。好，不用转，大家来这里摸，因为这个它是要好来摸它的什么？摸它的肩胛骨。你这样扫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好，你看观察的时候，有没有？来，大家看。比较后面。对。高低差。我给你有检查。左边拖出来。有没有发现？你看。拖出来，拖一块。你在逃跑。对啊，看得到，看得到。有没有？
老师还没演。有没有？大家都看完了没有？左边比较凸。OK， 好，有没有？大家都看完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说，请大家评估的 A、B、C、D、E、F， 你有发现什么？你这一套做下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它哪里凸起？凸起。肩胛骨的凸起嘛，对不对？而且你在这个东西，它的对称度是不是不对？啊，因为这样子，它不是只有骨头这样子哦，它还有什么？骨头后面接肩胛骨，肩胛骨还有这样子啊，所以它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肱骨往前转，还有什么？肩胛骨本来是平的，有没有？右边是平的，但是你从后面看的时候，你肩胛骨它是这样掀起来的，对不对？所以它的问题其实不是只有肩，这里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这样知道吗？啊，就是除了这个骨头往前转以外，肩胛骨是这样掀的。所以你就会觉得这里一直不舒服，这个地方就是什么？你刚刚讲胳膊尬心，这个地方就会不舒服。所以我们要用这个东西，刚刚没有讲，第一阶段恢复正位，然后第二阶段才用肌贴，好用肌贴，或者是用手带。所以今天我们就肌贴手带两个一起用，为什么？因为它这里往前转，然后这里回去，这个地方那个好，所以第三阶段就是要做运动保健，我们就一起把它讲了，好不好？好，所以你看，你说睡觉的时候为什么会痛？为什么会痛？你哪里痛？能不能指一下？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肱骨的骨头本来是这样，它应该是两边是平的，但是因为它往前转的，往前转的时候，本来平的地方这样转的变凸的，所以你睡觉的时候是用凸的地方去骨头凸起的地方去靠床，所以靠的时候就越压越痛，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把它调回来以后，它平的，它去贴床，它就不会痛，这样知道吗？好，所以这个怎么做呢？来，一起做啊。好，大家可以看，好，我们先identify找到这个痛点，好，这个痛点你看，这里吗？你看有没有？这个地方它就非常痛，这个是前面的我们叫做棘上肌或肛上肌，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叫做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它的肱骨头本来是这样，现在往前转，往前转的时候，这个地方的肌腱会去卡住，这个叫夹脊症。那这个地方会去卡住，这个叫做夹脊，就是骨头跟骨头去碰到，这个叫夹脊。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一个方法怎么做呢？恢复正位，恢复正位。但是现在这里在痛，你要不要去处理它？不行嘛，越做越痛，除非你给它打针。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把它的肩胛骨，刚刚大家都有摸到嘛，它的肩胛骨是往后翘起来，我们怎么做？推平。对，推平。怎么推平？你可以辅助它，可以怎么样？好，把它调回去。好，那调回去的时候，你可以不要碰到痛的地方，不要痛的地方怎么样？我们这里好，谢谢。我们来做一个动作，就是这个东西，肩胛骨它是凸起的，我们给它做什么？肩胛骨往后。给它做稳定，好，模拟一个正确的姿势跟正确的动作，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地方的疼痛，有可能是颈椎来的，就像刚刚我们这位同学在录影的时候，这个疼痛来，所以你手举高的时候会不舒服嘛，好，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之前那个姿势的时候不是有前头姿，对不对？有跟各位讲那个正确的姿势，有没有两个那个图？一个侧面站的时候，你看。正常的头的重心是这个耳窦嘛，耳窦的连线应该往下，应该要通过我们这个最上面这个，这我们第一堂课有讲过嘛。但是你看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它差了大概2个指，所以你大概可以预测，它会有2组的肌肉是紧绷的，所以这里会紧绷，这里会紧绷，对不对？好，这里紧绷的时候，它的肩胛骨就它那跳起来，因为这里拉住，这里跳起来，这样知道吗？好，所以我们预测。肩胛骨其实它前面2个肌肉，后面2个肌肉固定，这里肌肉紧绷，上面紧绷，所以它下面就这样掀起来。好，所以我们大家可以预测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痛点，这个地方叫什么？叫
胸小肌或叫小胸肌。胸小肌、小胸肌怎么长？就是大家的这个掌心，这个掌碰在我们的胸部，碰在胸部的时候，中指往这个指尖最尖的地方去碰，这个地方碰的时候，你的掌心的这个位置，好，比如说你手碰，好，然后最指尖往这个地方碰，它的这个手掌跟指头的交界处，这个就是胸小肌、小胸肌。好，来，我们可以看看，你这个有没有？这个地方就会很痛，为什么？因为它肩膀是这样子，这个地方的胸小肌就勒进来。勒进来的时候，它这里就会有一个肌痛点，好，肌痛点。那肌痛点的时候，我们给它做myofascial release，就是用那个网球啦，这样推，把这个可以推开，好，这个回去你就可以，这个可以按摩。但是现在我要做一个技巧，就是把你的颈椎的曲度先暂时的调到正确的位置。那你看看你的肩膀能不能抬高？我们现在来做，大家看到刚刚它的那个曲度它是比较直的。所以你靠墙壁的时候，它这个距离并没有6公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就是找刚刚那个技巧，我们把它的颈椎的位置，利用轻微的关节的方法，把它推回去正确的位置来做一下。好，来，现在怎么做呢？好，你就是头，来，大家其实你看，你刚刚做的是舒服的姿势嘛，对不对？好，大家从这边来看它的头，是不是就我刚刚讲的它的一个中位的偏移？有没有？大家站到它后面，从它头顶往下看，你会发现它的头是，对不对？偏移嘛，对不对？是不是？那正常应该这样，很明显嘛，好，所以有没有？大家过来看，好，其实从这里看就是很清楚，有没有？他看这边，看这边，所以你是不是转动会不舒服？转动，左右转动，这个转动，左右转动看，是不是觉得有没有？有没有？它转这边跟转这边的角度不一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东西，所以它有2个问题。刚刚肩膀一个问题，肩膀的问题是来自颈椎，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颈椎转动，是不是它有一个中位偏左边，然后往右转跟往左转的角度不一样？有没有？刚刚你看有没有？这边就开始有点紧紧的，卡卡的嘛。往右边看有没有？它转的比较多，我没有靠招了，对不对？好，所以你看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从它虽然是肩膀痛，但是你知道它颈椎也有问题，它颈椎有问题，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来做颈椎的那个好，那再来啊，就是那个你就放心上好，这里会不会痛？好，会哈，这里呢一点点，这里呢会，这里会痛，这里呢会，好，这里呢会，好，这里会，好，这里会，好，越来越痛。这里呢会，这里会，这里呢会，这里会痛，啊，这里呢会，这里会，这里呢会，这里呢会，哦，这里不痛，这里呢会，这里呢会，这里呢还好，这里还好，好，有没有？他说这里还好，好，那这里会不会痛？会，这里会痛，但是。这里是还好，对不对？好，那刚刚讲的，它是往左边转比较大，往右边转比较小。你大概可以推测它的问题是在右手边，所以我们左边找到它不痛的这个位置，把它往对侧的方向推。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原理。好，来，这里会不会痛？一点点。这里呢？会。这个地方？一点点，但是还可以忍受的痛嘛？对。这个地方？会。好，这里。啊，这里呢？会。这里呢？还好。还好哈，还好哈，还可以忍，不会很痛啊，哈。不会。对哈。好，来，好，现在请你左手举举看，是变顺畅。这还是会痛。对。哦，还是会痛嘛，好，好，来，请你放下，哦。有提比较高的，对不对？好，来，我们再来一次哦。哦，这里不会痛嘛？哦，哦，啊，这里呢？这里呢？还好，这里还好。好 ，OK， 好，那你就放轻松哦，放轻松哦。好，好，来，请你手举高看看。不会痛，对不对？而且怎么样？是比较顺畅的，比较顺畅。好 ，OK， 好，请你手放下，
你看，我们找到这个点就是它出现问题的位置，所以你要记得那个弹力带能不能拿给我啊？就是记得我帮你捏的这个位置。好，那这个位置的时候，因为你左手痛，所以我们来帮我纵向对折，就像刚刚那样。好，这个位置要请你记得。好，记得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做什么动作呢？就是平常把它，因为你这是滑脱的地方，帮你把它往回推了。好，来，请你左手拿这个袋子，好，拿着这个袋子，然后右手这样绕过来，然后我们的这个刚刚我手压着的这个点，这个边缘要扣在这个上面，扣在这个上面，然后请你这一手这样拉着，然后这一手慢慢往上。然后往前这样子拉，这样子头不要转了，头就是往正的方向，这样拉的往前往上。你如果张力不够，可以这边拉这个地方，这样拉，好，这样拉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有一个拉力？再这样子拉，好，往前往上拉，那你头就是稍微往后这样，好，保持这样的姿势，就是早中晚各5分钟，早中晚各5分钟，好，保持这样。这个姿势是什么？第一阶段，我们把它错位的。排列不整齐的，推到正确的位置。好，你俩这个是不行，但这个打不忘，就是像模拟我这个力量，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拉力在这里？好，那这个东西，那请你放下来，好，放下来，好，都可以放松了。然后你手再举高看看，是不是变顺畅？对不对？所以你举起来的时候，它刚刚是哪里？啊？真的比较不会痛嘛，对不对？我们有用那个推伸吗？没有嘛，对不对？我们就是先把它的关节部位之后加上锁带的技巧，让它恢复在正确的位置，然后再来用锁带，再来才要运动。运动等一下我会讲，好不好？你这样是不是左边肩膀就比较轻松了？因为他的肩膀这个肌肉是从颈椎这里来去控制的，所以我们刚刚颈椎错位了，我们给它用轻微的方式调回来之后，利用锁带去固定，你手现在是不是就比较轻松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姿势就请他们你要记得，好，回去可以做。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做第2个动作，好，就是刚刚讲它的这个弓谱它是这样子的，肩胛骨是往前，对不对？我们现在在模拟一个正确的位置，好，一个正确的位置就是什么？它的这个肩胛骨，我把它推回去。正确的位置，你再举高看看。那肩胛骨怎么推回去？大家刚刚有摸过它的背部嘛，对不对？这里是凸起来的，对。这里凸起来之后，我们就做一个动作，就是什么？把它赶过去怎么做呢？好，那所以这个为什么要写同意书？就是如果做女生就不能这样做，就要经过同意。好，那肩胛骨我们要把它推回去，怎么推呢？好，就是做一个动作，好，这样子。这样子，好，给它固定住，好，这个肩胛骨它就固定住。在固定住的时候呢，请你手举高看看，是不是更顺？好，而且这样举是不会痛的，对不对？好，来，请你放下来，好，来再举高，唱歌，好，这样就比较能够举高，好，因为为什么？我们把它的肩胛骨固定在正确的位置，那正确的位置，我们自己可以怎么做？好，可以怎么做？一样锁带疗法。锁带疗法怎么做呢？好，这个东西其实几十块也不贵。怎么做？就是你肩胛骨要回去做这个，我们就是这个穿过我们的腋下，然后呢，在脖子后面，打一个结，好，打一个结的时候，大家来摸摸看它的肩胛骨。在这样的时候，可以看或摸，有没有？平了，平，对不对？它是提供一个这样的力量，让它的肩胛骨往后收，这样平的时候，好，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肩膀是这样的姿势，这样的正确的姿势，这样正确的姿势来，请你手再举高看看，有没有？很顺畅吗？跟右手一样。好，有没有？举的时候是不是它的？比较顺畅，比较顺畅，但是它还现在颈椎、肩胛骨处理完了，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它的弓骨还是往前旋的，所以你看它动的时候，虽然活动度改善了，虽然顺畅感增加，但是还有一个东西没有解决，叫什么？辅助动作还在，有
没有？他做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肩膀，它会这样，好，会提高。那这个辅助动作我们怎么减少？接下来就是要做肌贴，肌贴，好，我们现在再来做肌贴。所以刚刚颈椎的跟肩膀这样你知道了，好，对不对？我们现在来做肌贴，好不好？好，把它拿起来，好。那所以这个就是锁带啦，因为这是下次的课程，所以我们先拿来讲。好，那肌贴赶快答对。好，那我们肌贴啊，哈，我们先用这个刚刚讲。颜色从浅到深，磅数从轻到重。那我们贴的时候呢，就是把它的利用肌贴，把它的这个往前旋的肱骨贴回去正确的位置。好，我可以贴了，好。那可以贴的时候，其实我先模拟一下给各位看，这个肱骨我们要怎么把它贴回去，也就是这样。我们做的时候就是提供一个拉力，这边到这边，从这边。到这边，好，就是这样子拉过去。所以这个拉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拉的不是肌肉，你拉的是骨头。所以骨头要拉的时候，重点在于哪里？你要骨头的凸起连接到骨头的凸起。所以五郎弓它大只有贴肌肉没有效，你要有拉提的动作的时候是骨头接骨头，所以是从这边，这个是肱骨嘛，接什么骨头？接肩胛骨。好，这样子它才有拉提的动作。那像这种东西来，我给各位看一下。我先剪一个小段的，好，好，先剪一个小段的。脱衣服？不用，我们先讲完再那个。好，就是给各位看，我用一个这个 demo 的带子给各位看。这个是我们的弹力带。那弹力带的时候，你看它这个方向是没有弹力的，这个方向它单向的弹力，这个方向有没有？它有弹力。那现在有一种新的叫动态贴布，就是这样跟上下都可以啊。那这是因为这个比较便宜啦，这一卷大概300-400，动力2个方向要2倍的钱，800块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大家初学者用这个也可以。你看它是不是有弹力？那弹力的话，我们通常就是用这个，这是1/3长度，这是1/3张力，然后这是最大的张力。所以一开始我们开始的时候，大概就是用1/3到1/2的张力来去贴。那贴的时候就是2个重点，第一个锚定点跟固着点。好，锚定点就是起点啊，固着点就是终点。起点跟终点，因为你是调骨头，重点就是调骨头就是骨头接骨头。好，这里的骨头接这里的，你不要肱骨前面接肱骨后面，它就没有调整的效果。好，所以我们是要贴肱骨头的这个肱骨的前面接到肩胛骨，所以要诀是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做的时候怎么做呢？好，就是这个是肱骨头。好，你不要贴到肋骨，因为我们不是要拉肋骨，我们是要拉肱骨的，所以这边固定，然后我们什么拉提拉到这边去，拉到这边去。那这里的长度的终点是什么呢？是肩胛骨。好，然后这里也做一个拉提的动作，就是肩胛骨。所以你看我这样拉的时候，大家看一下，我这样拉的时候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它的这个底下的结构它是有改变的，所以表示我们这个东西是可行的。所以骨头到骨头，你预留那个拉伸的空间，这个东西你看后面它都有几格可以固定，有没有？1格、2格、3格、4格、5格，这个我们大概留5格的这个长度。好，那这个长度怎么做呢？好，我们通常会用2条，好，2条，好，那这个贴纸可以把它留着。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在剪，为什么要用这种剪？第一个它剪比较剪得动，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剪的时候避免有毛边，的时候，我们会把边边修一下，好，修一下，好，修一下，没关系，好，这个有听到声音就可以了，边边把它修一下。边边修完的时候，它比较不会变毛边，哦，比较不会变毛边。好，那这个东西，那你就得到这2个。好，那这2个贴的时候，我们怎么贴呢？刚刚讲你要调骨头，就是骨头到骨头。好，这个换脱一半头，好不好？好。好，就动一半的。好，对，这样。好，那我们就是从骨头贴到骨头，好，骨头贴到骨头。那骨头贴到骨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是起点，起点我们通常就留2个指幅的这个空间，这样子贴在肱骨的。大家注意它这个指幅的这个变化啊，你看我们在拉的时候，你看有没有觉得它这个组织是往这个方向，
有没有？它这个方向有没有？你会发现在拉的时候，你看它的这个皮肤，它是往这个方向去动的，所以我们就是肱骨的骨头贴到肩胛骨，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我们也是一样，骨头贴骨头，骨头贴到骨头的时候，就是这个肱骨头，这个地方，然后往这边，你看有没有？这是它有一个弹力，有一个弹力。我们在贴的时候都是这样，都是这样贴。那贴的时候就是这个方向去拉，就是拉到肩胛骨，贴到肩胛骨。所以贴完的时候，它是什么？提供一个拉提的力量，把它固定在后面，这样知道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完成了它这个贴拉。当然，我们刚刚讲，我们利用锁带是把它弄回去嘛，对不对？但是你也可以用第二层的肌贴，把这边贴起来也可以。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来这个贴完之后，来请你那个贴完之后，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他手抬高的这个变化，你再抬高看看，有没有？是不是更顺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在提的时候，你看他放下来的时候，他的肱骨头就是往这个方向，修正了他的这个，就是这个回来了。我们用肌贴，然后最后才做运动，好不好？等一下运动我会讲怎么做。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已经把它调回来。那这个是正确的姿势，我们要请他保持这个正确的姿势，好不好？好 ，OK， 好，这个可以。真的可以贴皮贴。这个肌贴这种东西大概。通常如果没有过敏或者是起水泡，通常都是贴2天休1天。那贴2天的中间就是这个东西叫被动治疗。我们被动治疗的目的在于什么呢？提供一个不痛的时间跟不痛的空间。在这个不痛的空间跟时间下面，我们赶快做正确的运动，保持让它不会复发。什么正确的运动？刚刚不是有讲，拉这个脖子，做这个东西。那肩胛骨除了被动的调整之后，可以做什么运动？就是做这个夹肩胛骨这个运动，夹肩胛骨这个运动，还有什么？就刚刚讲的按摩胸小肌，那还有锁带疗法，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给各位看一下，你看贴完之后跟刚刚的凸起的感觉是不是有改善？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有回去的，有回去的，对不对？但是还差一点点。那差一点点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大家可以摸摸看，要怎么做？慢慢挤。要怎么做？慢慢挤呢？刚刚肩胛骨，我们刚刚讲肩胛骨下缘固定的肌肉有2条，一条叫这个叫背阔肌，叫后背肌；另外一个这个叫前锯肌，前锯肌，这个地方叫前锯肌。所以这里跟这里这2条肌肉，我们要平常做锻炼。怎么锻炼？一样手带疗法。手带疗法怎么做锻炼呢？这个东西来，坐着站起来，坐着带着，坐下去。好，那我们是坐着，或者是在这里躺着都可以。那怎么拉？这样拉。好，这样拉的时候，大家可以往这边拉的时候，往侧面往前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里紧紧的？会，这样就不对。这样的姿势就是用到这里的肌肉去用力。你要用到什么？就是往这个方向，这样是不是这里就不会用力？对不对？这里不会用力。来，大家可以摸摸看，这样用力的状态下面，它肩胛骨是不是回正？来，是不是下缘就回正？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利用锁带去活化它的肩胛骨下缘的稳定的肌肉，让这些肌肉能够强化什么？第3阶段强化，让它的肩胛骨不会再掀起。所以平常就是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样了解吗？就是这个地方。对，是相当高的对，所以我的边刚刚讲的是不是只有50肩的问题？不是哦，有什么问题？颈椎的问题，有肩胛骨的问题，还有肌肉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外面做复健，背后没等筋，就是安尼，背后没等筋，因为你都有筋。所以做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可以看看它后面的肌肉，它就越练越强，越练越强的时候，它肩胛骨就不会显出来，它就不会造成肌肉，好不好？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情况，这样知道吗？好，有啊，这样症状有改善吗？有，好，这样了解吗？
可以啊，这个沾水没关系。好，这个沾水它是没有的。所以2天才私下，3个礼拜后是来上课的，对，验收成果。对，好。请问一下，刚才它的施力点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你说不是在这边吗？是你拉的时候。没有，肩胛骨啊，我等一下找那个给各位看。我们肩胛骨的2条硬的肌肉，一个这个叫背阔肌、阔背肌，一个叫前锯肌，这个地方，这2条肌肉你要怎么练？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好，但是你不要这样拉，这样拉的时候是用这个叫热肩肌。好，用到热肩肌的。对，所以这个动作是练这后面。所以说不是肩膀。对，所以你看练到后来，我们很多病人说哇，原来我不是这里的问题，我是肩胛骨跟脖子的问题，是这样，好不好？所以强化阔背肌跟对，强化这个背阔肌跟前锯肌的力量。前锯肌。所以我今天有去碰到这里，没有，但是做完有没有比较好？有嘛，对不对？好，所以问题它痛的地方不一定是它问题的根源，反而是这里跟这里，这样了解吗？这样了解吗？那如果没有皮肤没有痛的，也可以做这些动作。也可以，好。因为我们工作对，但是你要看自己有没有这些那个 ABCD 好，你可能觉得没有，但是你可以很简单自我检测的方法，你就是靠墙壁，靠墙壁的时候，你觉得哪一个地方先贴到墙？有的时候你肩胛骨凸起先贴到墙，左边就是左边凸起，这样了解吗？好。